大家好，夏天已经过去了，雨季开始了，城市也解封了。现在外边的天气非常舒适宜人，我希望能多出去外边走走，在户外多待一会儿。但是我不会。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，印度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正在逐渐减弱，许多企业已经重新开始营业，公共交通也已经开始运行。学校也计划很快就重新开始上课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外出活动。尽管有这些令人鼓舞的进展，但我还是不愿意出去，至少现在还不行。抱歉，我说的有点跑题了。虽然我很高兴雨季的到来，我所在的城市封锁结束，但是关于夏天过去了这一点，却令人有点沮丧。夏天是印度盛产芒果的季节，我非常爱吃芒果，我爱芒果多过于爱我的老公。我在开玩笑，真的在开玩笑吗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芒果生产国，占全球产量的近40%。但是在这种无比美味水果的全球贸易中，印度所占的份额还不到2%。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低吗？是因为印度人，还有像我这样生活在印度的外国人，几乎消费了这个国家每年生产的所有芒果，这大约是1500万公吨的芒果。那么，印度人认为芒果是水果中无可争议的王者，这也不太令人惊讶吧？有意思的是，芒果还是印度的国果。但我不是印度人，我是中国人，我也不是吃芒果长大的。就算我想，这也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长大的地方是没有芒果的。芒果只是一种我在电视上、学校里或在其他什么地方了解到的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热带水果。事实上，直到大学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芒果的味道。信不信由你。我记得第一次吃芒果时，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水果，也不是难吃或是其他什么原因，只是平淡无奇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一直到我结婚的时候，芒果仍然是我不太喜欢吃的水果之一，就偶尔吃一个，只是因为当地有卖这种水果，也是多一种水果可以选择。在那时的我看来，我对芒果并没有天生的喜爱。那么发生了什么？我是怎么最终变得爱吃芒果了呢？ Hello， 欢迎来到5个小时前。那么，正如我之前说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是怎么最终又变得爱吃芒果了呢？简言之，是因为印度芒果的出现。更精确地说，是印度的巴格纳巴里芒果。不过，在那个夏天结束的时候，也是我作为已婚人士在印度度过的第一个夏天，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芒果狂人。仅仅在那个夏季，我大概吃了20个芒果，客观来说不算多，但还是比我在那之前的人生中吃的都要多。很快，我终于意识到，我确实对芒果有一种天生的喜爱，但并不是对每一种芒果都感兴趣。仅在印度就有超过1000种不同种类的芒果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自己大概吃过8种，其中巴格纳巴里、China Rasam 和 Kubri 按顺序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只知道它们的泰卢古语名字，抱歉。我吃过熟的、生的和干的芒果，带皮的和不带皮的。吃过芒果做的酸辣酱、奶昔、泡菜、丝木雪、果汁、布丁、库菲、冰激凌、芒果饭和芒果扁豆。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印度芒果很好吃，而且还很便宜。纠正一下，芒果在印度通常会很便宜。丰收加上国内需求旺盛，使其在芒果季节保持在平稳可接受的价格范围内。
通常，但并非总是如此。比如这个夏天，芒果的价格不仅平稳，而且非常便宜。大概在2周前，我以40卢比每公斤的价格买了10公斤的班巴纳巴黎芒果，人民币不到4元每公斤，真是超便宜。从4月底开始到6月底，我平均每天吃2个芒果，也许是1个半，这个不重要了，机会难得就多吃点吧。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儿，我们晚上继续，回见。欢迎回来。也有些夏天就没那么幸运了。芒果是一种需求量高的季节性水果，价格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上涨，比如收成不佳、过早降雨而导致减产、供货商哄抬价格、物流问题，例如去年疫情发生的时候。去年夏天，我有看到班巴纳巴黎芒果的价格有涨到150卢比每公斤。不用说，去年我就比较少吃芒果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年我已经超额弥补了。印度的夏天很热，而芒果会在体内产生很多热量。那么在夏天连续2个月吃这么多芒果，会不会不健康呢？先不论芒果本身对身体的益处，虽然我认为任何事情做得过度都是不健康的，但是我不认为在夏天2个月里每天吃2个芒果是过度的。至于湿热上火，据说将芒果，特别是熟芒果，在水中浸泡30分钟到1个小时，可以减轻这种特性。我吃熟的，也吃生的芒果。熟芒果显然比生芒果更容易上火。我每吃10个芒果，有8个是熟的，2个是生的。生芒果一般会带皮吃。在芒果皮和芒果肉上涂点盐和黑胡椒粉，可以大大减少酸味儿。在吃完生芒果1个小时内，我不会喝任何冷饮。我吃熟芒果要去皮，因为皮太苦了。在吃完熟芒果后，我一定要喝几杯水或1杯牛奶。说起牛奶，你知道在我看来，熟芒果最好是怎么吃吗？这样，芒果粒加冰牛奶。那么，芒果真的是水果之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个人是否认为芒果是果中之王？是的，和榴莲一起。所以你是同意、不同意还是不在意？你最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？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谢谢收看。